华尔街6度，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各大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总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角度。怎么迅速而不遗漏获的他们中的要点呢？华尔街6度团队根据权威媒体、智库和官方机构提供的信息，对此做出专业整理、分析、比较，让大家对重大事件了解更深入，掌握更完整。我们会不断升级华尔街6度的智能与专业性，欢迎大家收看。G7敦促中国施压俄罗斯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尊重台湾地位，公平贸易规则。英国独立报被称为七国集团的7个最富有国家的领导人呼吁中国向俄罗斯施压，要求其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7国集团成员赞扬中国寻求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同时也敦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全球健康问题、脆弱国家的债务和融资需求以及经济稳定的挑战。然而，该声明的发布恰逢该组织表达他们对东海和南海局势的严重关切。该组织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7国集团反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化活动。7国集团领导人还对包括香港、西藏和新疆在内的中国人权状况表示担忧，并发誓要打击各种经济胁迫，同时避免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中国减少农民工的婚姻繁文缛节，人口危机迫在眉睫。南华早报，中国国务院通过了一项立法，允许农民工在家乡以外的地方结婚，以消除人口差距。来自英国21个直辖市和省份的人现在可以在居留许可签发的结婚，从而消除了在户口城市或城镇结婚的义务。户籍，尽管中国部分地区需要居住证，但户口仍然决定住公共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2020年，中国有 3.76 亿人迁移，约有 1.2 亿人跨省迁移。中国2023年在美国后院拉美采取的5项贸易举措。南华早报，中国一直在加强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因为它寻求建立一个对外贸易网络，而与美国的关系却陷入困境。中国是拉美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贸易伙伴，去年双向贸易创历史新高。以下是中国最近在拉丁美洲取得进展的5种方式：与厄瓜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台湾与萨尔瓦多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巴西签订的15项协定，包括使用人民币结算交易所，阿根廷决定以人民币支付进口费用，以及尼加拉瓜争取的初步关税削减。蔡英文将中国晶圆权力置于最后1年的中心舞台。彭博社，两岸安全和加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最后1年的关键优先事项，因为他为副手的上台铺平了道路。蔡英文重申了他与中国对话和促进有序交流的承诺，并警告说战争不是一种选择。进一步的挑战包括台湾持续的经济衰退及其作为美中关系恶化的一部分的地位。现任民进党副总统赖清德和反对党国民党新北市市长侯友宜都在竞选1月的选举。中国向 G7 东道主日本表示强烈不满联合声明。路透社，中国表示反对7国集团在广岛发表的联合声明，批评日本干涉包括台湾在内的内政。根据已经发布的一份声明， G7 无视中国的担忧并对其进行了攻击。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已表示强烈不满，并向峰会主办方日本提出申诉。拉夫罗夫抨击 G7 对俄罗斯、中国的双重遏制。日经亚洲，本周在广岛举行的7国集团 G7 峰会重点关注乌克兰危机以及中国的增长和对台湾的相关威胁。讨论纳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能源和经济安全以及供应链。印度、印尼、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出席，确保了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视。本周早些时候，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在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必须优先考虑建立一个以粮食安全为重点的体系，
特别是针对边缘农民的粮食安全系统，并建议有必要加强全球化肥供应链，同时减少控制化肥资源的扩张主义心态。峰会还讨论了人工智慧、核武器和不扩散以及气候变化。人们希望对全球卫生问题的讨论也能成为重点。G7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首脑会议今天闭幕，泽连斯基和莫迪在峰会期间会面。日经亚洲，在日本举行的 G7 峰会上，领导人举行了会谈，重点是中国日益加深的主导地位和朝鲜半岛的政治紧张局势。英国脱欧决定可能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也是一个重大问题。议程的首要任务是乌克兰局势以及与经济安全和供应链有关的问题。印度作为 G20 轮值主席国出席会议，凸显了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为会谈做出了多项贡献，主张在世界各地建立包容性粮食系统。在另一次会议上，由日本和巴西领导人参加，会上提到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必要性。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成为第一位访问广岛的美国总统，他在广岛和平纪念馆敬献了花圈。中国高超音速王牌已经服役数年。南华早报，据军方消息人士称，中国的东风27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服役至少4年。据同一消息来源称，该导弹可以打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所有主要基地。泽连斯基出席7国集团峰会，巴西认为这是一个陷阱场景。彭博社，在泽连斯基未经宣布出席在日本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后，巴西感受到了与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连斯基会面的压力。巴西官员表示，巴西代表团对这一事件感到紧张，并认为这是一个陷阱场景。作为受邀者出席的巴西总统卢拉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敦促下会见了泽连斯基。一些紧张局势可能源于巴西对乌克兰战争的中立立场，认为乌克兰、美国和欧盟都对俄罗斯的入侵负有责任。北京与阿里巴巴、百度合作，提升人工智慧模型和计算能力。南华早报，北京政府呼吁中国主要科技公司加快通用人工智慧 AGI 的发展，因为它更加关注与美国竞争的行业。本周，该市的技术推广机构开始邀请人工智慧、增强现实和虚拟实境研究专案，2年内最多12个专案将获得高达6000万元人民币 8.600万美元的奖励。当局正在敦促合作伙伴致力于大型语言模型的开发和应用。该技术是阿里云、阿里巴巴集团、百度和360安全技术等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基础。7国集团呼吁制定人工智慧全球技术标准。路透社，7国集团 G7 领导人呼吁制定技术标准，以确保人工智慧 AI 值得信赖。在广岛举行会议，他们呼吁对该技术进行治理，以跟上其增长的步伐。G7领导人表示，尽管实现可信赖人工智慧的共同愿景和目标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但规则应符合民主价值观。此前，欧盟参与了 G7 城堡立法以规范人工智慧。乐观主义者的人工智慧和工作指南。纽约时报，专家表示，人工智慧 AI 可能是失业的一个原因，但技术的新进步也可以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斯坦福大学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慧研究所 Stanford Institute for Human-Centric AI 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 Eric Brynjolfsson 表示，他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承担以前从未有过的任务的范围。OpenAI 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大约 80% 的工作中，至少有 10% 的任务可以使用生成 AI 自动化，它可以产生文本和图像等内容。然而，新技术可以补充人类劳动，使工人能够专注于新的工作领域。Brynjolfsson 引用了一个人工智慧工具的例子，该工具为呼叫中心员工生成实时回应，以提供给客户、
将生产力平均提高 14%， 并改善客户情绪。埃尔多安的媒体统治和土耳其的投票。半岛电视台。随着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竞选连任，土耳其新闻业的未来受到质疑。尽管土耳其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新闻自由在土耳其很少。埃尔多安以高度集中的方式运作，推动通过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这意味着该国的许多记者在恐惧和自我审查的气氛中运作。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改变。虽然一些国际组织试图追究埃尔多安的责任，但内部反对派基本上被压制了。中国在南海永暑礁附近驱逐船只。南华早报。中国国家广播公司中央电视台报道说，驻扎在南海一个人造岛屿上的解放军部队驱逐了一艘来袭的船只，没有确定该船的国籍和性质。该报告以重演为特色，但没有显示该事件的视频片段。士兵的部署和与营长的沟通被认为是该方案的亮点。关于地区大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全球紧张局势正在加剧。谢谢大家收看《华尔街6度》，更多及时的新闻，请看6度世界，3w.6度.world。